总裁夏香游玩突然迷路了，于是随便找了一户人家问路，可刚进屋，大婶就一直盯着她的戒指看。这枚戒指这是我妈妈留给我的。大婶听后连忙询问戒指里面是不是刻着一个梅子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原来就在18年前，大婶独自在医院生下了一个8斤重的女孩，但她却一点都不开心，而是跪求医院给她换一个男孩。只因她的丈夫非常重男轻女，当初她第一胎生了个女孩就差点被打死，并且丈夫还警告她第2胎最好生男孩。如果是个女孩，生出来我先掐死她。可如今还是生了个女孩，而且医生也不同意给换成男孩。女人无奈之下只好连夜带着孩子逃跑，可没跑多远就被丈夫发现了。她只好把孩子藏在垃圾桶中，并留下一枚刻有梅字的戒指当做以后相认的信物，然后朝反方向逃跑引开丈夫。然而他们刚走不久，下乡视察工作的首富路过垃圾桶，突然听见有孩子的哭声，打开一看，里面竟然有个女孩。无法生育的她觉得这就是老天爷的恩赐。我没有孩子，咱俩有缘，你就跟我一起回家吧。而另一边，林梅被丈夫抓回家一顿暴打，可就算被打得皮开肉绽，她也没说出孩子的下落，只是谎称孩子刚生下来就夭折火化了。但丈夫跟婆婆压根不信，于是决定把她卖给村头的老光棍，再重新买一个会生男孩的媳妇。而老光棍单身了18年，就连看母猪都眉清目秀，见到细皮嫩肉的林梅，果断花重金买下，然后迫不及待的要跟林梅生孩子。可没想到林梅宁死不屈，直接一头撞在墙壁上，当场晕死。这可把老光棍吓坏了，赶紧拉着她去找男方无理由退货。而男人跟母亲看着奄奄一息的林梅不知所措，为了不摊上人命撒腿就跑。转眼过去18年，被首富收养的女孩已经长大成人，并且还继承了首富的财产。而首富眼见时机成熟，便把女孩的真实身份告诉她：你不是我的亲生女儿，是我在水云村救的。当时你刚出生不久，襁褓里就放了这枚戒指。一开始啊，我还以为是你的亲生父母不要你，只是后来我仔细的想了一想，或许他们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才丢下的，不然啊，也不会留下这个信物给你。你回到水云村以后啊，多留意，也许也能找到他。爸，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？我没有理由去剥夺你知道真相的权利。女孩看着戒指若有所思，她不知道亲生父母是故意的还是被迫丢弃自己的，但毕竟血浓于水，决定回水运村去看看，并让助理拨款5个亿给村里扩建工厂改善经济。而另一边，林梅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寻找小女儿，但丈夫只要发现就会对她拳打脚踢，因此她全身上下布满了伤痕。而今天是小女儿的生日，林梅本想趁丈夫不在家偷偷给小女儿过生日，不料丈夫竟然提前回来了。我说这天你们鬼鬼祟祟，背着我们偷吃。林梅赶紧解释自己没有偷吃，而是给小女儿准备的蛋糕。结果丈夫听后更加生气，要不是他，我们全家能没儿子？他竟然给他过生日。但是我是想掉进一块肉，这么多年了，我只是想为他做点什么。爸，妈只是想给自己留个念想而已，你们千万别生气啊！闭嘴！拿你这小赔钱包说话的份儿。你想吃生日蛋糕是吧？老子就让你吃个够！男人说完便将蛋糕拍在林梅脸上，然后又对她进行了一番惨无人道的家暴。而另一边，村长收到了集团注资扩建工厂的消息，于是召集全村人一起商量拆迁计划，并叮嘱大家等江总来了一定要热情款待。5个亿啊！这江氏集团总裁那可是咱们活菩萨呀！这么多钱，我这一辈子都没见过呀！随后，厂长的女婿便挨家挨户登记拆迁同意书，而他正是男人的侄子，于是优先来到男人家登记。咱家这个房子离我们厂子比较近，所以我们厂长决定了把咱家这房子拆了。啊，不白拆，给赔偿款吧？真的？那还能有假吗？你乖孙子现在是厂子里面的优秀人，我们厂长可是觉得我是又认真又负责，决定要把他女儿嫁给我。对吧？就安排我当咱们这个村子的拆迁使。你这要一结婚，那工厂的继承权那岂不有你一份儿？是吗？到时候我就把咱们这些亲戚全部都安排到厂子里面去住，不大白，高低得安排个领导，这样咱们这一家子日子才能过好，是不是？要祖，真是光宗耀祖。还是男娃有出息啊！像这败家玩意儿，养了也白养。对了，这个是咱们的拆迁同意书，在这里签。不过